規矩唔守好咧，守唔住自己陽氣，陰氣就會入侵。小朋友啦、孕婦千祈唔好去。當佢心魂七魄唔穩嘅時候，又要揾師傅去搞。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啱先講都係邊邊個嘅嘢，墓碑啊，一個搭一個，啲灰喺度燒完之後，衝下衝下跑，死啦，咁咪賴嘢咯。非常之感謝大家嘅支持啊！我嘅課程咧，中華智慧大講堂咧已經開放啦。進入咗九支離火運咧，如果你想快一步咧，學習玄學啊，同埋一啲叫做道法術氣嘅知識啊，了解自己，幫助自己身邊牽掛嘅人咧，咁就可以加翻我哋嘅 WhatsApp 報名上堂，福生無量。Hello， 大家好，我係風水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耀。師兄啊，清明節快到了，但是呢，我發現雖然很多人忙着祭祖，但是不少的年輕人他已經漸漸的，好像這種老的習俗啊，或者說他應該做的這種流程和習慣已經忘記了。我們這一節的這個風水說道，我們就跟大家去科普一下，好不好？係啊，因為太多後生仔咧，就係以前睇阿媽做阿媽，後尾你又冇話俾我知，跟住先人過咗世之後咧，我唔知喎，係咪淨係裝香跟住可以走啦？事實上太多嘢我哋要注意嘅，因為規矩唔守好咧，可能你去咗啲咁嘅叫做陰嘅地方咧，尤其陰陽交替嘅時候咧，會導致咗你咧啲陰氣入侵咧，觸犯了一些啊，一係就身體唔好，好多人拜完清明之後咧，翻嚟就身體唔好啦，或者係咧，點解成年嘅運勢都唔係咁好嘅？拜完之後，唔係祖先護佑我咧，係啦，因為如果你守唔住自己陽氣，陰氣就會入侵啦。話題我們就聊一聊清明節到底有哪些禁忌啊，包括習俗，好不好？係啦，嗱，首先我要同大家講，要注意特別注意嘅，好多人咧就係懷孕之後咧，喂，我要孕我要話俾祖先知，保佑我哋一家人都非常之平安啊！但係你要知道啊，孕婦肚入邊呢個咧就係一個叫做陽氣好重嘅一個 BB，但係佢咧亦都係陰氣啱啱入嚟嘅時候，咁呢啲地方咧就有好多我哋叫做好朋友嘅，咁咧就可能見到小朋友嘅時候咧，佢會有啲陰氣去入侵啦，所以咧孕婦咧第一個千祈唔好去。可不可以讓自己的丈夫代替去稟報先人啊？那這樣子的話，他就不用自己。屋企嘅男人啊，或者屋企嘅親小朋友、長輩咁樣去告解係冇問題嘅。咁咧就呢個係第一個啦。第二個咧嗱，我已知啦，依家啲人咧見到我哋咧好中意影相噶嘛。係啊，跟住去到乜嘢場合，不如影翻張相啊，留念下啦，係咪先？咁咧去到墓地咧就千祈唔好咧影相，因為咧我哋話人同鬼同框嘅時候，咩時候最容易咧就去到啲墓園、去到墳地嘅時候，影翻張相啦。係啊，真係有好多噶，我以前唔知啊，後尾我發現。你做乜嘢發 social media 啊？還發出來，係好開心啊！咁啊嚟，咁啊呢啲嘢咧，即係你平時中意 selfie 啊、拍照啊，都冇問題影相啊，但係千祈唔好去嗰啲地方。分享這個清明節掃墓嘅照片。我真係我好似你唔會祝人哋，喂，祝你清明節快樂，我哋祝人新年快樂噶嘛，所以呢個要注意啦。咁啊，第三點呢？第三，哇，真係好多喎，可能今日講完都成個鐘噶啦。沒關係。我哋去經過好多墓園啦，你知而家啲墓碑啊，一個搭一個，一個搭一個咁樣起啊。咁我有時候咧為咗抄近路啊，會跨過別人嘅墓碑，係啊，或者踩到人哋嘅墳地嗰度嘅，咁呢個要特別注意啦。你話經過嘅路你可以過，因為燒緊嘅灰嘅時候，你唔知係咪有人喺度攞緊嘢，有啲先人喺度攞緊嘢，或者食緊飯，你唔小心一腳踢走咗佢。那你做咩阻我食飯啊？係啊，咁咪賴嘢咯。好多人啲灰喺度燒完之後，我見到啲人咧，唉，衝下跑。死啦！佢，他可能後續就係啦，引發問題。通常識嘢嘅人咧就兩邊行開嘅，會繞住你行嘅。咁啊，通常唔知咧，可能你即係就算受到咧嘅損害都冇咁多。當你知道嘅時候，仲咁樣做咧，我哋話不知者不罪啊嘛。咁咧知道再咁做咧，你嘅影響更加大。繼續咧就係嗱，咁啊好多人都係比較
即係有孝感動心啦，比較即係想祖先啊過得更加好啊。咁難得清明呢個節氣，我哋能夠去祭祖，無論點樣，佢好似你咁睇虛啦、腎虛啦，我不能錯過，我要去祭祖。係啦，咁啊其實咧，你當你睇虛、腎虛或者各種虛嘅時候咧，個身體冇咁好嘅時候咧，唔可以去。因為咧，你個人嘅陽氣不足嘅時候，陰氣就容易入侵。唔淨係代表咗低迷嘅氣，仲係代表咗邪氣、鬼氣。所以咧，你要特別注意。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女性咧就會有月事嘅時候。咁我哋睇破地獄都知道唔可以歧視呢樣嘢㗎嚇。咁但係咧，我哋建議咧，真係嚟月事咧，可以唔去就唔去，但係盡量避免。但係我話清明咁難得一年先去一次，我都要去，咁點咧？咁你就唔好裝香，唔好燒嘢，就站在旁邊恭敬地禮拜，虔誠一心向住祖先。我相信大家都係有呢個孝心嘅，我覺得冇問題。但係有啲嘢該注意，我哋做好佢就 OK 㗎啦。師兄，那接下來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咁咧嗱，我哋又冇問題嘅，有啲人咧，我真係要提醒一下嘅。我哋所有人咧，呢一度咧係我哋嘅神燈之處嘅。額頭係啦，額頭啦。咁好多人咧去到拜祖先啊，清明嘅時候啊，依然中意戴住頂帽啊，又或者遮住額頭，又或者呢啲叫做空氣劉海啊，擋住，係啊，啲陰啊遮住。嗱，陰都係陰啊嘛，遮住你個神燈嘅時候咧，你亦都好容易出問題嘅。所以咧，記得嗰一日咧，你就將嗰個頭遮起身，紮起個髻啊，非常之清楚清晰地令到你額頭乾淨利落咁出嚟。咁咧，我哋講去掃咩墓，去睇咩人都冇關係，因為有神燈照住住你。仲有啦，就係依家好多人係骨灰龕啦，龕位咧就亦都冇問題嘅，但係有啲叫做老嘅墳地啊，咁佢上面會掃墓係咩咧？係幫佢清掃。雜草啊，係啊，灌木啊，係啦，冇錯啦，你去做過都知㗎啦。咁咧就係墳頭一定唔可以有草，因為萬物生長嘅時候咧，木同我哋嘅五行裏邊係點啊？木克土，官煞太重。木克土就不能夠讓這個木頭去克到這個。係啦，所以我哋清咗呢個雜草係 OK 嘅。師兄，我自己有一個很好奇的一個點，就是是不是我們選擇這個日子，因為可能像有一些這個墓地啊，可能是清明那一天人很多嘛，那有沒有一些其他的時間也是適合祭拜的？那具體還分哪些時辰嗎？其實就前後都 OK 嘅清明。一般嚟講咧，清明入咗清明嗰個禮拜或者嗰個月啊，我哋都可以去嘅。清明這個月係啦，咁啊，因為咧4月4咧或者4月5號咧，我哋入咗呢個清明時節之後咧，其實咧個節氣嚟噶嘛，喺呢個節氣之間，我哋去做呢個祭祀咧都冇問題，因為清明並唔係一個日子，係個節氣。明白。那有沒有固定的每一天哪一個時辰會比較好？嗱，時辰真係有講究嘅，因為咧我哋話陽上嘅嘢咧就係清明人去做嘅。時辰卯時，朝頭早嘅5點到晏晝嘅3點都係陽氣比較足嘅時候，你要去拜祭，麻煩你5點鐘早啲起床，3點鐘做之前嗱嗱聲做晒所有嘅嘢，你做完之後咧就可以翻屋企啦。就下山啦。係翻到屋企咧，仲要攞啲碌柚葉啊去淨身清下，因為你唔知你掂過啲乜嘢，碰過啲唔乾淨嘅嘢咧，如果帶翻屋企咧就唔係咁好啦。咁咧仲有咧就係啲人咧去拜祭嘅時候咧就係話會帶好多嘅小朋友啦，朋友啦，咁我覺得有2種咧係唔可以帶嘅。小朋友咧，我哋話嗰個3魂7魄未歸位嘅時候咧，去到啲陰嘅地方咧並唔係咁好，好多人中意抱住 BB 啊，小朋友去啊，其實9歲之前嘅都唔係太適合去到呢個咁大型嘅墳場裏邊，唔係啩？當佢3魂7魄唔穩嘅時候，翻到嚟好多離奇嘅嘢，又要揾師傅去搞啦。咁另外咧，仲有啲就係話，我哋話唔係一家人唔拜一家墳㗎。有啲人咧就話你好似你咁多女朋友啦，係啊，你要拜祭嘅時候，不如我都當你係自己人啦。咁啊，不如同我拜下我。跟我沒關係。係啊，拜下我嘅祖先啦。咁佢唔係你嘅 Mr. Right，不是有契約的。係啊，係可能係你嘅其他友嚟嘅啫，咩友佢呢個。
就不要帶他去了。係啦。那剛才師兄分享了很多的一些注意事項，還有沒有比較重要的地方需要提醒？啱先講都係邊個嘅嘢嚟嘅啫嘛。事實上咧，我哋着咩衫，我哋帶啲乜嘢去，公平。係啊，呢啲嘢呢個係最重要嘅核心啦。首先顏色咧，好似我哋今日咁啦，我哋平時都中意着啲喜慶嘅顏色噶嘛，一定要掃啲顏色，紅色啊、青色啊、紫色啊嗰啲，冇着，太少。咁呢對先人係不敬嘅。同埋咧，有啲女仔咧嗰日咧，即係可能係假期啦，完咗之後仲要去玩嘅，花枝招展。係啦，低胸啊、露肚臍啊，有即係清明時節嘅時候。比較熱啲啊，短裙啊，全部唔得，不恭不敬，係啦，着翻有袖嘅衫，褲子，着翻褲啊，着翻正常嘅鞋。第二個咧就係花咧，菊花啊唔使講噶啦，其他花都唔係適合噶啦，菊花就代表咗我對先人嘅一個思念嚟嘅。第三個咧就係我哋要做嘅最重要嘅嘢啦，就係祭品啦，香一定要嘅，香。粥一定要嘅，係啦。咁我有時候咧，我哋話可以嘅話帶啲三牲啦、魚啦、雞啦、肉啦、果啦、水果啦、五果啊，三種水果又得，五種水果又得。咁咧通常呢啲咧全部都係要單數嘅。咁啊，仲有啲就係咩咧？先人平時生前中意食開嘅嘢啊，譬如話佢中意食糖啊，可以俾糖佢；中意朱古力啊，朱古力可以俾佢。即係帶啲佢自己比較中意嘅嘢擺喺度祭祀，拜完之後，我哋開始燒我哋嘅紙錢啦。師兄啊，這裡我想供品這一塊，我有個疑問啊，因為現在有些墓園它是不能明火的嘛。係。那像很多地方，它只是送花啊，然後送一些這種就是不像傳統的這種，那對不對？對先人，他是不是能收到錢呢，或者這樣子？錢就收唔到，錢真係收唔到。就是如果說你只送花。係，或者說這個佢可以去嘢食啊、花啊，佢可以接收到，因為我哋成個道教界認為陰陽兩界嘅傳遞係通過火嘅燃燒。係啊，如果冇火燃燒呢樣嘢，一定去唔到佢嗰度。所以還是必須要去祭祀，就是燒紙錢啊、點香啊，這樣。係我哋因為有個喺國內嘅地方咧，叫做烈士陵園啊。曾經做咗烈士嘅地方咧，咁嗰啲就係好國家級嘅公墓嚟嘅。咁嗰度咧係絕對唔俾燃點所有嘅火嘅，係啊。咁啊，佢哋後人咧都慢慢習慣咗，到咗呢個時刻咧，就係攞紮花擺喺嗰度啦。咁咧後尾就佢哋又收到個報夢啦，跟住話唔夠錢使啊，各方面嘅嘢。跟住佢哋過嚟諮詢我哋啦，咁我哋話好簡單啫，呢啲夢咧接收到咧就真係佢唔夠錢使嘅，你揾翻個可以燒嘅地方，或者揾我哋道觀，或者喺個十字路口度去燒，指名道姓或者通過一個表文係俾到邊個嘅，佢都能夠接收到。完咗之後，佢又補翻夢過嚟。OK 啦，有錢使啦。OK，哇，真係成個家族都順利翻。所以這個點，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很好奇嘛，因為現在都是西式為主啊，很多墓園都是西式為主的嘛。係。然後在第二個問題呢，就是我想了解到，比方說有一些人是土葬的，有一些人是火葬的，甚至於樹葬的、海葬的，那不同這種喪葬的這種方式，它的祭拜方法有什麼？其實土葬同埋骨灰嘅拜祭方法其實一模一樣嘅，只不過係我冇個肉身落去，咁我對後人嘅呢個風水嘅傳承上面嘅影響冇咁大，骨灰嘅影響都有，但係會弱啲。咁樹葬咧都係入土為安啦，都係 OK 嘅。咁你話去到海葬嘅話，咁就其實就唔需要噶啦。你講得海葬嘅話咧，就唔需要呢種燒噶啦，因為佢已經唔係入土為安嘅。你最多就係去海邊去緬懷一下，係深度就 OK 啦。那師兄啊，其實我看有這個朋友也在請教我嘛，因為他看到我們在做節目，他就說現在有很多的年輕人呢都不想結婚啊，不想生孩子啊。但是如果說自己沒有孩子或者親戚，他們在清明節的時候能不能給自己準備一些祭品，或者說燒一些紙錢，就相當於代燒啊、代祭祀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依家有嘅，好似我哋咁咯，我哋都會做嘅。一到咗清明啊、中元節啊，就
我本嚟就冇後代啦，我丁克啦，但係我可能未來我都會有走嘅一日，人都係向死而生嘅。咁我有冇得有人幫我代銷啊？點樣樣咧？會。所有大型嘅道觀，所有大型嘅寺廟，佢都會有呢種嘅呢個服務嘅。如果你係決定咗我未來咧，就係我自己一個人，唔需要有任何嘅後代，咁啊，亦都希望我喺下邊過得好啲嘅。咁你提早同呢啲道觀啊，正規嘅嚇，可以預訂好先有人幫你做㗎啦。明白。那清明節呢，就是因為我在老家裡面有一個習俗嘛，就是如果人在前一年去世了，一般可能會選擇清明節立碑，然後重新去幫他去這個起墳啊，或者說超度啊。係。那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一個時間？中元節咧就係其實係鬼門關大開嘅時候，任何十方三界嘅所有嘅靈體咧都會出嚟嘅。咁我呢個時候咧做十方嘅超度，其實係最好嘅，而唔係專門放我哋嘅先人。咁清明節咧係呢個節氣咧係陰陽交接嘅時候，萬物上揚嘅時候，呢個係一個先人嘅鬼節。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做啲針對性嘅超度咧，佢係更加好嘅。咁啊，尤其係呢個節氣去立碑咧，亦都係可以令到即係先人住翻入一個比較好嘅屋企裏邊，因為呢個時候先係佢出嚟嘅時候，更加多中元節嗰啲係孤魂野鬼，而唔係for呢個人。所以如果大家係針對先人嘅一啲叫做墳墓嘅建設嘅話，真係清明節呢個節氣去做，包括咧你見到呢個時候啊，你個嗰啲老咗嘅碑啊，有裂紋啊，又或者有啲把字給它描精啊，係啊，其他嘢已經落魄咗啊，將佢翻新下，咁亦都係你對先人一個最大嘅緬懷嘅方式嚟嘅。沒錯，所以說這一集節目師兄也給大家分享了很多清明節祭祖的這個遺跡啦。係。那如果說大家還有一些想了解的一些內容呢，其實也可以在我們的屏幕上面去留言。那同時其實也可以想具體的去諮詢一下自己家裡面的一些情況的，可以添加我們的 WhatsApp，然後可以跟我們的助理去溝通。如果需要我們師兄去做深度的這個幫忙或者說解答的話，也可以添加我們這個 WhatsApp 的賬號。係，我想講一句説話咧，就係先人喺另外一個世界喺度睇住我哋，我哋為咗表達出我哋對佢嘅孝敬之意同埋緬懷之情，我哋通過清明節嘅方式，通過一啲火化嘅方式，通過一啲叫做敬仰嘅方式，交咗俾佢哋。咁我覺得先人喺另外一個世界，佢應該都會睇得到嘅。對，那其實我個人認為啊，我自己的一個體會就是，其實清明節，我覺得也是一個春天萬物生發的時間嘛。係。那在這樣的一個假期，我們其實也是可以一家人出去走走，踏踏青啊，然後也是一個放鬆心情的一個好的一個時機。好啦，咁啊，希望大家聽咗我哋呢次嘅節目咧，有啲咩需要去做嘅準備嘅，就嗱臨去準備啦。好，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福生無量天尊。